哇，这颜值，这身材，这手感，简直太完美了。Hello， 大家好，我是 Jimm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么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手边的这一支福伦达的35毫米 Ultron F2 第二代的镜头。那我们就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一些吧。这支镜头呢，我觉得是比现行款的徕卡35毫米 Summicron 更漂亮、更小巧，画质更好，并且呢要便宜太多的不可多得的一支好镜头。大家直接去淘宝上下单就可以啦。那今天的这期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拜拜。开玩笑，怎么可能嘛？我们要做一个科学的、严谨的评测频道。那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去一一佐证我刚刚说的这几点的。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这个镜头的外形。那这个镜头呢，分为银黑两个版本，跟上一代比起来，我觉得它做的要好太多了。特别是把这个反人类的螺丝钉啊，换成了这个比较传统的月牙式的对焦拨杆，这个真的是舒服了很多。同时呢，我觉得它的这个整体造型上也比第一代显得更加简洁了，并且我相信呢，虽然同样是复古的造型，更多人会喜欢这一代的一个外观的。好，那体积上来讲呢，我们拿它和这个徕卡35毫米 F2 的镜头里边最小的七枚玉来做一个对比。我们发现这两支镜头几乎是一模一样大的，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它比现行款的 ASPH 镜头呢要小出不少。我们再拿它和这个老大哥35毫米 Summilux FLE 来做一个比较，这个差距就比较明显了。所以待会儿我们在做画质对比的时候呢，也要把这一点考虑在内。因为我们知道啊，要把一支镜头的画质做好并不难，但是在控制体积的条件下来把它画质做到完美，这个就很困难了。好，我们把它上到这个银色的徕卡 M 机身上来看一下。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漂亮的一个组合，无论是它复古的外观，还是这个小巧的造型，跟这个 M 机身真的是非常的搭啊。同时呢，它的这个对焦环阻尼非常的适中，手感很好，跟徕卡的七枚玉手感上来讲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那它的光圈环呢，也是档位非常的清晰，同时它的阻尼感很高级，我觉得这一点要比许多徕卡的镜头做的都要更好一些。好，那看完了这个外形跟体积呢，我们来讲一讲它的画质。那首先我要在这里声明的是，我手上呢并没有现行款的徕卡 Summicron ASPH 的镜头，那我呢也是尽我所能啊，在网上找到一组我觉得还算是相对直白的对比照片，我们大家呢可以先来看一下。但首先要声明的是，这组照片它是用黑白胶片拍摄的，所以呢我们也就只能对锐度啊、畸变啊，还有焦外的虚化等等这些方面去做一个参考了。好，话不多说，那我们赶紧来看照片吧。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张图片，左边呢是福伦达的 Ultron， 右边是徕卡的 Summicron， 都是在光圈全开的情况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中心的锐度对比。OK，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福伦达的中心锐度明显是要比这个徕卡的 Summicron 现行版要高出一截的，并且好像在反差上面也要好一些。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边缘的锐度。边缘锐度来讲，好像跟中心的对比差不多的一个情况，就是福伦达的锐度整体上会好一些，反差也高一些，特别是看一下这里的细节啊，包括后面的电线杆。好，那我们接着把光圈缩到 F4， 再来对比一下看看。那在这个 F4 的情况下面，我们看啊，这个中心锐度来讲，我觉得徕卡整体已经赶上了福伦达这边，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细节好像还是福伦达这边稍微清晰一些啊，反差也要高一些。再来看看边上的细节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整体区别不大吧。再来看一下边角的锐度，我们可以看到边角的锐度整体来看两者相差不大，但是同样的福伦达这边反差会高一些。OK， 那看完了锐度呢，我们来看一下镜头的整个畸变的情况啊。那这两张图呢，都是在光圈缩到 F4 的情况下拍摄的。左边是福伦达，右边是徕卡的 Summicron。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画面中的这个应该是直线的这根水管啊。那明显的右边的这根水管是比较歪一些的。
同时呢，我们注意到这个中央的牌匾啊，右边是有一个明显的光晕啊，左边的反差会高一些，相对来讲清晰一些。好，那看完了这个畸变呢，我们来看一下光圈全开下郊外的一个情况。那这两张图呢，一样，左边是福伦达，右边是 Summicron。由于不是原图啊，我也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放大。那么我们大致来看一下这个整体的背景的虚化的情况，包括这些背景的光斑，我觉得两者差别不是很大吧，几乎看不出有任何的区别啊。除了福伦达这一张和前面的照片一样，反差会高一些。好，那么看到这里呢，我觉得福伦达的这支镜头在体积如此小巧的情况下做到了这样的一个光学素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而反观徕卡这支 Summicron 呢，作为一支97年之后就没有做过任何光学结构改进的镜头，真的可以洗洗睡了。OK， 那么我相信呢，看完了刚刚这一组照片啊，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是不服气的，因为呢，我们不知道它是否有控制环境中的各种变量，同时呢，我们也不知道它的这支 ASPH 的镜头呢状态是否良好。那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呢，我也给大家专门做了一组室内的控制变量下的对比照片。那也就是拿这一支福伦达的35毫米和这个七枚玉以及35毫米的 Summilux 来做了一个对比。那有几点要注意的是呢，首先福伦达这支镜头它的价格要比徕卡的 Summicron 和 Summilux 便宜了太多太多。同时呢，被拿来对比的这个 Summilux FLE 呢，比现行款的 Summicron ASPH 无论是在锐度啊、色散啊，还是反差各方面都要好一些些的。所以大家要把这几点呢也要考虑进去。好，话不多说，那我们现在开始吧。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两张照片呢，分别是福伦达的这支镜头在光圈全开以及f2.8 的时候拍摄的。我们来放大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左边的这张光圈全开下的照片呢，在色彩的饱和度以及反差上和右边相比几乎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锐度是要稍微差一些的。比方说 Monte Carlo 这几个字呢，右边会清楚一些，但我觉得这个差距真的是很小啊。好，我们再来放一张 f4 的时候的照片来对比一下看看。首先在不放大的情况下，左右两边几乎是看不出任何区别的。我们放大仔细看呢，会发现这个细节的差距跟刚刚差不多。那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这里的轮毂啊，或是车身的漆面啊，两者真的是非常非常接近的。我看到这边后轮毂啊，好像是右边这张 f4 的情况下会显得更清晰一些，其他地方的话真的看不出太大的区别。那由此可见呢，这支镜头在光圈全开下的锐度和反差都是相当了得的，你完全不需要去缩小光圈来去提升这方面的素质。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跟徕卡的35毫米 Summilux FLE 去做一个光圈全开下的对比。那我们从背景的光斑中呢，也是可以看出这两支镜头的光圈大小的一个差异啊。那接下来我们放大来看一看，这两支镜头在全开的情况下，细节上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别？好，那我们也是来看一下这边的车身细节啊，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异。那这个背景的光斑呢，是由于它们光圈上有一档的差别，所以说右边的 Summilux 要显得更加的大一些。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做一个更加公平的一个对比哈，就是把这个 Summilux 也缩小到 f2 的光圈，再来对比一下这两支镜头的成像差别。OK， 那么我们先来放大看一看。那首先最明显的就是 Summilux， 因为它的光圈不是在全开的状态下，所以会有一些菱形的这个边角。那就车身细节上来讲呢，我觉得这两支镜头在 f2 的情况下 Summilux 要略微的在细节上稍微好一点，但是这个差距是微乎其微的，可能在这个画面被压缩之后啊，你们是看不出什么差别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针对全开的七枚玉再来做一个画质上的对比。我相信啊，在这回合的较量当中，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OK， 那我们也是先来放大看一看。
现在的话，这左右两边的区别就非常非常的明显了。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 aspherical 镜片加持的 Voigtlander 福伦达的这支镜头的表现啊，在全开的表现要好很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汽车上的英文字母，包括车灯上的一些细节，都是有实质性的差别的。就背景光斑的这个虚化情况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也是福伦达的更柔和一些。那另外郊外的这个表现啊，两者是非常的相似的，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把光圈缩小到 f2.8， 我们再和这个 Simulux 以及七枚玉来做一个画质上的对比。好，那从这边小图呢，也是不难看出啊，右手边的这个 Simulux 在把光圈缩小到 2.8 之后啊，它在整体的反差以及色彩上是有了一个巨大的提升啊。那你也可以说这就是一种浓郁的德味吧。那放大之后看呢，我们也是可以注意到在细节上两者并没有一个可以量化的差异，但是呢就饱和度以及这个反差来讲，确实是 Simulux 会更加的强一些。那这个孰好孰坏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风格上的问题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七枚玉来做一个对比。放大之后，我们也是可以看到七枚玉在光圈缩小了一档之后，它的画质是有了非常大的提升啊。这边和 Voigtlander 已经非常的接近了，但是呢，从细节上来看，特别是这几个英文字母啊，和福伦达对比起来呢，还是有一些模糊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车身上其他的一些差距，包括漆面啊，还有轮毂这边的一些细节。这个比起前面福伦达对比 Simulux 来讲，还是差距会更大一些。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边，特别是 Publishing Code.ltd 这几个字母啊，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是把光圈继续缩小一档到 f4。那我们再来和这个徕卡的 Simulux 来做一个对比。那这边呢也是可以看到啊，这个差别呢还是延续了之前所看到的这个情况，就是说 Simulux 的反差会高一些，并且色彩呢更饱和一些。那放大之后啊，也是可以清晰的看到两者都已经是锐不可挡了。但是呢 Simulux 这边的黄色啊，很明显它会更加的饱和，更加的浓郁啊。那这个风格差异呢，我觉得由大家来判断吧，自己是到底喜欢比较清淡的感觉，还是这种比较浓郁的德味的感觉。好，接下来呢，我们和七枚玉再来做一个对比。那放大之后呢，也是不难看出，在光圈缩小到 f4 之后啊，七枚玉和福伦达的 Ultron 在锐度上的这个差距啊，好像是又缩小了一步。但从一些细节还是可以看出来，福伦达的镜头会更锐一些。特别是这边的几个英文字母以及后轮毂上的一些漆面的细节，我相信大家也是可以看出来，就是左边的这张图片显然是更锐的，对吧？好，那如果要做一个小结的话呢，我觉得福伦达的这支 Ultron 在成像表现上是可以比肩徕卡现代的 aspherical 镜头的。如果再算上它小巧的体积和这个外形的话呢，我觉得它真的是目前 M 旁轴相机上的最好的35毫米镜头了。OK， 那么看完了刚刚这两组对比的照片呢，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是非常非常心动的。你可能很快就要去下单这支镜头了吧？那我觉得这一点呢大可不必，因为它是一支在产的镜头，而且也不是限量版。我觉得大家可以再观察一段时间，我呢也会拿着这支镜头去拍更多的照片给大家看。所以大家对这支镜头有兴趣的话呢，不要忘了关注我的频道。同时呢，如果你喜欢这一期视频呢，也别忘了给我点赞、分享、评论和投币哦。那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